又买 The Row 了。我跟大家讲，我要破产了，好吗？是我发现了一个大宝藏啊，就是这支带防晒指数 SPF15的护手霜啊，一上身啊，好看到让人不相信，这还是我印象中的优衣库吗？怎么这么的时髦？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纽约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呢来了，而且是一下子就升温到了10几度。还好我已经准备好了春装。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期开箱影评，看看我最近准备的春季针织衫、外套、适合春天的包包、护肤品以及香水等等相当精彩，大家一定会喜欢的。提前剧透一下，大家都想看的优衣库春季夹克呢，在本支影片的第4部分相当的精彩啊，大家慢慢往下看，一定会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同时呢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又买 The Row 了，我跟大家讲，我要破产了，好吗？太可怕了。那这个包包呢，其实是一个 impulsive buy 是我在2月份去加州旅行的时候，冒着大雨去比弗利山庄的 The Row 专卖店逛街，然后就一眼看上了这个90年代的笔筒包。其实这个包包呢，并不是新款已经出了蛮久了，但是这个颜色呢，是他们的2025春夏新色，叫做 Stone。那我一眼呢就看上了这个颜色，它呢要比大象灰再浅一点，在驼色里面呢加入了一点点灰色调，整个颜色就很雅致，显得特别的高级，很老钱。那我这里呢再拿我自己的这个 Flat 的手包做一个比较，就能够明显看出2个颜色的区别Flat 的这个手包的驼色就是偏黄，而 The Row 这个 Stone 颜色呢，就是里面加入了灰调，会更加的老钱一点。那这个包包呢，我以前一直没有买，是因为我觉得它太小了，因为我的码子比较大，所以我买包都是买大包的嘛。这是我之前的2个 The Row 但是呢，这次一到实体店里面拎了一下，觉得好像春天衣服本来就穿的比较轻薄背这样的包包呢也不会觉得太小。那最棒的呢，就是它有一个袋子，就可以这样手腕起来。因为我日常呢经常是需要去附近的邮局咖啡馆或者是超市什么的，其实呢拿这样的 clutch 还是不太方便的啦，反而是这样有一个袋子可以这样挽在手上的会更方便。所以呢就一咬牙一跺脚买了，好可怕那这个包包的皮质呢，也是一如既往的优秀里外呢都是羊皮，非常的柔软。缺点呢就是比较娇嫩啦。极简设计，没有多余的配件，整个包包呢就是比例非常的完美。这个小小的袋子呢还可以调节长短，看着很小呢，其实装口红iPods、手机、票夹是足够了。不得不说，这个确实比 Clutch 要实用很多，我这个就要光荣退休了。这个包包我因为刚买了，我觉得还需要再用一段时间才会有更加真实的使用感受。不过呢，我感觉这个春夏新色呢，可能马上会告罄所以今天就浅浅开一个箱吧。我也会把产品链接放到描述框里面如果喜欢这个颜色的朋友呢，赶紧下手，过几个月肯定就没有了。春天嘛，就要穿针织衫，软软糯糯的。不过我翻了一下衣橱和以前的照片，发现我衣橱里面的针织衫呢，基本上全都是黑白灰纯色的，有点无聊。不过最近大概我真的年纪到了，奔5了，我看到黑白灰就很烦，就很想穿彩色。所以别人说老来俏是有原因的。那我就最近入了一套彩色的针织套装，包括我身上这件马甲，还有这个针织开衫，全部都是来自我很爱的英国伦敦品牌 Vali。赤桃玫瑰色和奶油白相间，就像枫糖融化在阳光里的颜色，温润又柔和，呈现出一般色彩很难有的高级感。几何提花纹理，远看呢就是温柔的混色效果，近看才发现是立体针织结构，很有层次感，超级的精致。100%纯棉，手感柔软，透气舒服，夏天穿也不会闷热针织外套的设计呢，更像一件小夹克，两侧有口袋，版型有立体感，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身上。砖红色螺纹包边搭配大地色系的纽扣，很大气，也给针织衫增加了点气场。版型不会太大或者太长，尤其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身材马甲的设计呢也很用心，领口、袖口都有一圈白色拼接，很清爽。而领口这一圈白色拼接呢，不仅能够提亮肤色，远看呢还有一点像戴了一根珍珠项链的效果袖笼呢不会太大，单穿不会露出内衣，下摆两侧还有小开叉，即使放在下装外，也能够在视觉上显腿长。我最喜欢买套装了，因为可以转换出各种不同的造型，比如可以同时穿在身上，早春时节最适合不过了。你看就这样配个 The Row 的包包，写满了有钱和松弛。
也可以把珍珠开衫呢披在肩膀上，这是很多有钱姐姐最喜欢的穿搭方法。天气热一点，单穿马甲的时候呢，针织外套还可以披在肩膀上，从现在开始一直穿到今年年底，利用率超级的高。同款呢还有一个驼色也蛮高级的，不过就像我说的，我最近只想买彩色，所以我更加喜欢这个颜色。而我搭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阔腿裤，其实我自己有一条很喜欢，不过我这个颜色是大象灰，而我这次选的是他们的春夏新色，叫做 mushroom 蘑菇色。你看两个颜色放在一起做对比，还是看到差别的。这个春夏新色呢颜色更加偏粉那么一点点，但是又不会很粉，毕竟里面呢是加入了灰色调的，搭配针织衫正好。独家 double soft 面料超级舒服，摸起来呢顺滑细腻，版型不会太大，高腰设计很平整，不会勒肚子，内里还有抽绳，前面有2根裤线，视觉上显腿直。官方搭配的呢是他们家的赤桃色棒球帽，不过我觉得这个赤桃色可能对亚洲人肤色不是很友好，而且搭配呢太有局限性了，所以我选的是这个米白色和酒红色的这个配色，是同款来着。这个白色不会太白，大家不用担心。前面这个酒红色的字母呢是有立体感的，非常的精致，100%全棉，帽型呢很挺阔。他们家的帽子特别适合我，因为我的头是属于比较扁的，很多品牌的棒球帽我戴呢都不太好看，但他们家棒球帽我戴一戴一个准哦，后面呢还可以调节的，而且这种大面积的米白色戴上啊，整个脸呢就会提亮，就像反光板一样。最近呢，我也有一直好好护肤哦。去年发现呢，好用的面膜呢用光了，今年呢我就想尝尝鲜，就买了一支修丽可的这支面膜，但是没想到让我大失所望啊，使用感受特别的不好，所以我就很生气。结果巧了，看到 Revive 呢正好有一个满$300打7折的活动，其中呢就有面膜，然后我还盲买了其他2个单品。Revive 呢是来自美国的高科技护肤品牌，由资深整形医生 Dr. Brown 成立。张小慧呢都说是他的爱用者，爱用了几10年了。而我自己呢用他们家的这个回春油和翡翠面霜也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那这次的3个单品呢也都没有让我失望，每个都很喜欢。先说这个紧致塑形面膜吧，真的非常的好用，我跟大家讲。我会无限回购的。这款面膜呢，不仅可以补水，而且呢可以提拉紧致，提升肌肤轮廓。尤其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啊，真的下颌线就会模糊，所以要多用这样的面膜。先看一下质地，比较轻薄，有一点点像水凝霜，乳白色，有淡淡的花香味。质地呢非常的顺滑，一抹就开了，而且很容易被皮肤吸收。抹开呢就是这种半透明的这种效果，在脸上呢就这样涂上厚厚一层就可以，停留10分钟。它其中呢包含品牌独有的生物丰盈肽，能够提升肌肤紧致度和密度，还有透明质酸，快速补水填充干纹，让肌肤呢有及时撑起来的感觉，还有植物提取物和天然甘油，让肌肤更亮泽、更紧致、更显年轻。这里呢也顺便说一下，大家涂面膜或者涂任何的面霜的时候呢，最好都是用自己的无名指，用它的力度最小嘛。不过我拍的时候呢，正好无名指有个伤口，所以我用了创可贴哦，所以上脸的时候呢，动作不是很利索，也请大家见谅。10分钟之后呢，面膜并不会变干，然后用棉片浸润化妆水擦掉就可以了，注意不要洗掉，擦掉哦。也不用擦得很干净，脸上呢有薄薄一层完全没问题的，就像睡眠面膜一样。接着呢，我用的就是回春油和翡翠面霜，这就是我晚上的一个护肤步骤啦。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觉得状态很好，哪怕经过1晚上的暖气，皮肤呢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橘子皮一样的干哦，很柔软明亮。长期用啊，感觉自己垮脸的速度应该会慢一点哦。春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而紫外线呢是让皮肤变老的第一杀手，没有之一。所以这2个产品呢都是跟 SPF 有关。不好意思啊，毕竟因为我之前呢在化妆品行业做 marketing 有16年之久啊，每到春夏呢就要不厌其烦跟大家唠叨。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翡翠日霜 SPF 30，而我之前一直在用的是这个翡翠晚霜，正好可以配一对。日霜里呢依然是含有品牌独有的生物肽以及 SPF 30的防晒指数。连防晒霜都不用擦了，可以说很适合像我这样的懒人。霜状质地很容易涂开，延展性很好，看着呢不算很薄，但是非常容易吸收。注意啊，任何防晒产品呢都需要涂够量才起到效果。之前我也做过科普影片，不厌其烦再说一次啊。
我用 SPF 日霜呢，有的时候甚至会涂2遍，能够保证起到防晒效果。你看，哪怕我涂2遍都能够完美吸收，皮肤呢也不会有任何负担的。更棒的是，它不会搓泥啊，点赞！那对了，这款防晒产品呢，它是广谱防晒，既可以防 UVA， 也可以防 UVB， 也就是说，既可以防皮肤晒老，也可以防皮肤晒黑。另外呢，它里面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红枣，不是那个我们吃的红枣，是大海里那种藻类的藻啊，能够起到保湿抗氧化的效果。还有个优点漏说了，就是涂上去之后呢，不会粘。你看我刚刚涂上去的这个日霜，这样拍完全不会粘的，肤感非常的好，很舒服。那第3个单品呢，是我发现的一个大宝藏啊，就是这支带防晒指数 SPF 15的护手霜啊。想想也是啊，我们日常涂那么多护手霜，但是其实白天都有很多紫外线照在手上的，而紫外线的最容易让皮肤衰老了。你涂再多护手霜，不防紫外线好像没什么用处啊。那这一支 SPF 15的护手霜，真的就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扰。它呢是粉色霜状质地，颜色看着就很温柔，也是一涂就能够吸收的，有足够的滋润度，但是呢不会油腻。因为我自己手呢本来就比较粗糙的，所以我要多涂护手霜，这样呢让自己的双手不要太暴露年龄。来看一下我的手，好像比以前要好一点呢。缺点也是有的，因为它的味道呢就没有像很多常规的护手霜那么的好闻。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加了 SPF 的原因，再加上它呢是不含香精的，所以呢味道就相对挺一般的。不过呢，我觉得为了 SPF 指数，我愿意牺牲香味。那以上呢就是3个我为了换季准备的保养品啊，每个都很喜欢。那现在呢 Revive 这个满300打7折的活动力度也蛮大的，而且是有效期的，喜欢的同学呢不要错过，我也会把所有的链接呢都会放到描述框里面的。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对了，还是要不厌其烦说一句哦，每次做开箱并不是盲目的鼓励大家呢去乱买哦，而是说通过我的上身和我的一些分享呢，能够帮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准狠的找到心仪的单品，大家各取所需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说，接着就是万众瞩目的 Uniqlo 这件春季夹克了。其实我买它呢也蛮凑巧的，前几天呢我去优衣库逛街啊，因为正好是他们和 JW Anderson 联名款上新，这次上新里面呢也有一件春季夹克，但是我没有看上，感觉穿上呢应该太四四方方像麻将牌哦。但是我转了一圈就被这一件他们的普通款的夹克吸引住了。一上身啊，好看到让人不相信，这还是我印象中的优衣库吗？怎么这么的时髦？这件呢，特意采用了防风面料，早春时节呢，吹点冷风问题也不大。比起很多普通夹克呢，会更加实用，但是呢，又不会像棉服那么的厚重，整个人看起来很轻盈。内里是网眼的，透气性也很好。门襟呢，则是拉链和4合扣的双重开合，长度到我臀部这里不会太短，对身材要求呢不是很高的。这件衣服我最爱的就是它的衣领了，是个小立领哦，也是本季最火的衣领的造型，版型呢也非常的好，哪怕我全部打开穿，衣领竖起来很有型。胸前呢还有2道斜线的设计，其实里面还隐藏了口袋哦。不得不说 Uniqlo 的衣服呢，功能性绝对是可以打100分的。如果把领口这里的4合扣扣起来，那就是如今最火的漏斗领了。可以只扣上面，下面打开，形成斜线，超级的时髦。也可以全部拉链扣子都扣上，而下摆呢2侧是有抽绳的，能够形成很好看的 bubble 形状，版型超级的好。袖子这里是魔术贴，扣紧了呢还能形成好看的弧线，非常时髦。搭配白色牛仔裤，再加一件红色夹克绑在腰上，没人想得到我穿的是 Uniqlo 吧？领子这里呢，其实塞的就是帽子啦，下点小雨呢，还可以拉出来挡雨。再加上本身面料呢，也是防泼水的。不过呢，有一说一啊，它的这个帽子的帽型呢，远不如我之前入的这一件 COS 的防水夹克的帽型要好。那也是能理解的啦，毕竟它的帽子呢是塞在衣领里面的，而且呢价位呢，毕竟也只有它的1/3。
我呢特地选的是这个云舞白哦，是2026年的年度流行色，上身呢很清爽，很春天。但是缺点就是呢，你衣领如果经常这样拉起来的话呢，很容易蹭到粉底。但好在呢，他们家衣服随便机洗都没问题。同款还有一个黑色，我差点买哦，黑色就酷酷的，很有态度，也很耐脏。还有一个浅绿色也不错，3个颜色都好看的。那最后的最后呢，就分享一个好玩的香水吧。我知道这个频道的观众呢，一般大部分用的都是奢侈品香水，但是不妨碍大家多知道一些现在欧美年轻人在用什么东西，对吧？那我的这瓶香水品牌叫做 Sniff， 来自美国，主打呢 clean 香氛，它里面是不含任何防腐剂，还有人造色素等等。我选的这个味道呢，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包装上面有个小马，今年毕竟是马年嘛，所以肯定选它啦。那这款香水呢叫做 Sweet Tooth， 顾名思义哦，它的得名呢就是来自于北欧瑞典的糖果文化。整体的味道呢是比较偏花果甜香型，比较年轻一点，蛮适合春夏的。它的前调呢是西瓜、覆盆子、糖果，就好像走进糖果店，咬下一颗西瓜软糖的感觉。而后调呢则有雪松木和麝香，带来温暖和一点点成熟感。随着时间的推移，香味呢会逐渐变得柔和温暖，稍微带一点木质香气，不至于整天都那么的甜哦。它的包装呢也蛮有意思的，是一个磁吸的，就这样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啦，可以换个香水啊，偶然呢也可以换换心情，来点不一样的。好了，一口气分享了一些适合春季的单品，大家最喜欢其中的哪一件呢？也欢迎留言分享吧。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